当你走到一个标着8号的房子时，停下来看一看。我们今天到这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栋房子。以前这里住着一个男孩，他的名字是李军，他是我初恋情人，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个花园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。李军钢琴弹得很好，当我们才8、9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每天不断地练习。你看到楼顶的窗口了吗？白色的格子铁窗上面，他就是在这里弹奏的。即使到了今天，我还能听到他指尖的优美的旋律，就好像这些声音仍然还存在于这些墙里面。你听到了吗？我还能看到他的父亲在外面修剪玫瑰花。现在继续走，到隔壁的那栋9号的房子。停下来一会儿，这里是我以前住过的地方。那时候我和李军是邻居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花园之间的围墙上爬来爬去。看到上面的窗了吗？左边屋顶前的最后一扇，那是我的卧室，阳光会直接射进我的房间，正如李军的钢琴声。我会在窗边放一张椅子，听他弹奏。他的音律跟我父亲的收音广播柔柔地混杂在一起。我经常梦见我在这里，在梦里我能够听到李军的弹琴声，但同时我也知道他在楼下的花园里。我看到他了，他看上去很恐惧，向我大喊和招手，可我却听不见他。一群鸽子从屋顶上飞过，上百只，拍打着它们的翅膀，声音震耳欲聋。我看着它们飞过，当我再看向花园的时候，李军已经不见了。我大声地喊他的名字，但是没有人回答。然后我就醒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左转，继续沿路走。如果没有这些梦，我想我们不会步行在这些弄堂里。有人说梦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生活中没有解决的那部分。每一个梦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意义，只有当你懂得了它的目的，它才会让你得到平静。走在这个弄堂里，我仿佛在一片片重拾这些记忆的碎片，每一种声音、味道、光线，甚至数字，都充满了回忆。看看你左边，在那些房子后面是其他的花园。李军和我曾经在那里玩捉迷藏，会穿过18号的房子。这里是一个迷宫，孩子的天堂，只有用孩子纯真的眼睛才能够看到的世界。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两边是2根水泥柱的山口，对，在顶头有2个白色的圆球。你如果在外面的话，右转进弄堂。当你沿着弄堂走的时候，到处看一看吧，这里你会一下子就看到了上海的种种变化。在你的右边有一排建筑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租界时期的建筑物，再高一点，在你的前面是一座红砖公寓大楼，很可能建于1980年代。更高一点的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塔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恒隆广场，上海最现代化的摩天大厦之一，完工于2001年。仅仅在建筑方面就表明了上海近几年来巨大的变化。当恒隆广场刚完工的时候，
它曾经是上海第2高的建筑物，而现在它还排不上前5名呢。好，弄堂到底了，你又回到了街上。现在你在长乐路上，请左转向前走。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了吗？你可能已经看到装着不同货物的人力车和3轮车从你的身旁经过吧？他们用一些镀锡挂着的钥匙或一些其他的金属材料自制成他们的铃。这些叮铃当啷是上海声音的一大标志。现在继续往前走。再搞一个好吧？啊，不知道你好不好了？在这个角落，会突然出现一些临时的市场。你可以从一个小贩的自行车篮子里挑出活鸡，或者你宁可在左边的超市买冻鸡，那样就不需要准备活鸡的麻烦了。找一个大差5分钱10块，找个大铃铛，找个大的。你现在在长乐路和襄阳路口，在这里右转，过马路。如果你赶不上我的话，就按暂停键吧。好，你过完马路了吗？左转进襄阳路。你看到马路对面左边的竹子蒸笼了吗？闻到肉包的香味了吗？过了马路了吗？往右拐，到襄阳路。这是上海传统的街头小吃，馒头、包子、自制面条、烧烤串等等。我最爱吃这里的煎饺，它们很便宜，2块钱能买1两，1两有6个。继续往前走。看到左边墙上标着44号的弄堂了吗？左转进这个弄堂。在你左边的女人在做馄饨，来自中国南方的一种特别的饺子。往前走，在左边有一个专修 DVD 机、电视机、录音机的小伙子。在你右边的理发师正在等待他下一个客人光顾他红色的椅子。继续往前走。这些弄堂令人感动，不是它的轰轰烈烈，而是日常生活中小巷里的微妙细节。当它们糅合在一起，这些日常生活却描绘出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。在黄昏前日月交错的时候，在你左边，一名女子会在外面的水盆里洗她的头发。这里的生活是柔软的、性感的，就像光滑的皮肤，温暖和湿润。你几乎可以触摸到它，渗入它，但秘密会永远被掩盖。